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1945二代，其实呢，我们都管它叫空战之路啊。那这个游戏呢，牛逼了啊！那是小的时候啊，我狼印象最深的一款街机啊的这个飞机游戏。很多人说小狼啊，那什么雷电2啊，有这个那个的啊，好多游戏什么雷龙，还有很多什么雌虎战机、威虎战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飞机游戏，难道就没有这个经典吗？啊，我得承认啊，人家名气是大，但是论经典啊，我还是觉得这个《空战之路》啊经典。甚至有很多小伙伴啊不知道这个《空战之路》这个游戏的啊这个飞机游戏它名字叫什么？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它叫《空战之路》啊，但是它的封面呢是1945二代哈。当然呢，它的玩法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游戏呢可以随时随地切换咱们的这个飞机类型。大家伙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可以召唤4个僚机那个忍者的那个啊，对吧？那个小蝙蝠，大家伙印象最深吧啊。当然，咱们可以随时随地切换飞机的形态，而且呢，咱们的这个雷呢是可以放大雷、放小雷。啊，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并不像大伙想象中那么简单啊。这个游戏可能会玩的人都知道。一旦你各种什么都吃啊，除了那个雷啊，就咱们这底下那个小雷，吃到一定情况下，它会攒成一个大雷。如果除了这个之外，你吃别的的话呢，尤其是吃那种什么铜钱儿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增加游戏难度。那这个游戏咱们也可以看到啊，目前来讲呢，绿色的就是它的这个僚机，但是它并没有吃啊，目前是不需要。这个火力呢就够用啊。如果说吃了的话呢，可能还有别的说法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你看这个雷全都扔掉了啊，全都扔掉了啊。大雷扔小雷，这个小雷攒满了就变成大雷。很多人说那小雷的话，这个可不可以啊？我跟大家伙讲，你看这个分数。很多人说在这里为什么要放雷啊？你看这个分数看没看见？因为背景有很多的这个小红色的小飞机，它之间放了一堆这个固定的雷。如果刚才咱们常用的这个忍者的这个雷的话呢，就比较有趣了啊。忍者的雷呢，就是一放的话就是翻身，然后各种那个小冲击波啊，半月波。一个大雷的话呢，这个半月的冲击波呢，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如果是小雷的话，比如说就一根小雷，能不能放？能放。放呢就歘就闪那么一下，可以抵消掉这个敌方的这个子弹，而且自己有一段的无敌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小蝙蝠啊。小蝙蝠的话为什么牛呢？啊，就是说这个它召唤的这个僚机呢可以自动追踪啊，可以追踪着打。就是现在呢有一个僚机啊，它没有必要多吃。然后呢，咱们主要打摊分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已经1万了，吃的就是1万分。只要吃到1万啊，你是连续的吃，中间不能断。如果你中间断了的话，那就得从头啊，从100开始直到吃到1万，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都是1万。无论你怎么打出来都是1万的啊，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啊。咱们的这个这叫小婉是吧 ？OWN 这位大神呢，就是玩的是一个摊分模式啊，并不是所谓的速通。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不吃这个僚机啊，是他有他自己的说法的啊。一命速通的话是真挺难的啊。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呢，咱们也并不是没有血啊，大家伙要也不能叫防弹衣叫血叫防弹衣都可以。如果你挨打的话呢，咱们是比如说碰到子弹的话呢，是有说法的。好，刚才这个地方放了一个雷，直接打出隐藏的这个分数啊，放这个小雷闪一下，这个你看再放一手，又是可以把这个分打出来。只要你出分了，就必须要吃的啊。如果你不吃，中间断了比如像这个你断了的话，那就嘚了。那你基本上就只能说是从头打，那就一个摊分的角度上来讲，那明显是不合适了啊。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用这个小蝙蝠啊，有这个召唤小忍者啊？这个大家伙儿可能了解啊。其实你管这个叫蝙蝠才是正确的啊，它主要是散弹。咱们召唤的是2个蓝色的蝙蝠啊，一共可以召唤4个僚机。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主体身是一个小滑翔翼啊，也不能叫蝙蝠吧，就黄色的滑翔翼。这个呢，就对于这个咱们玩家来说就特别有意思了啊，就是说召唤的这个4个小忍者呢帮忙追着打，这个就比较好。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啊，咱们召唤的这个僚机也可以追着打啊，也相当于自动追踪。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其实咱们的大神啊看得出来，它主要就是散弹啊。散弹的话呢，在打 BOSS 之前的小兵呢是非常合适的啊。你看可以看到，你这个这个小忍者，绿色的小忍者，它真的是发射的这个类似于像飞弹一样啊，小石子儿弹啊，直接追着这个目标打。
其实呢，如果很多人说，什么的这个飞机它的这个伤害最高呢啊？好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用那个箭，就是说你的这个僚机打出来的这个子弹呢，是一根长的黄色的金黄色的一根箭啊。觉得那个箭呢有穿透啊，就感觉好像伤害比较高。但是咱们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位大神呢，主要就是各种飞机都用啊，就以某一个关卡，它可以通过这个来切换。那为什么不吃满这个子弹呢？啊，这个很多人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啊？其实吃满的话呢，是肯定是有说法的啊。这个你比如说你像刚才那些东西，你吃的话呢，比如说那个铜钱儿，为什么避开它啊？吃的话呢，会游戏变得很难，所以说它就被吃嘛啊。但是早晚会变成4个僚机啊，这个就不用多说。好，可以看到地面上全是飞机，打碎的话会有这个特殊的啊，咱们吃的话要挑着吃。好，这主要是吃1万分啊，其他的就不吃了啊。很多人说那摊分不是就不极限了吗？这个人脑啊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你什么都吃，那踏死的话，反正这个难度啊，游戏难度你吃的话就是会增加的啊。这个想当年我可能感觉好像。完了，我听着周围的大神说，那看咱们这个玩家的玩法，能感觉得到啊，就是这么个设定啊，要不然也不至于。可以看到啊，这个飞行射击类型游戏最实在、最经典的一个玩法，就是说慢慢的移动，一步一步的移动啊，不要移动的太快。移动的快的话呢，就这个子弹呢就没法控制了啊。你慢慢移动，敌方的射击子弹会根据你当前的位置做 AI 的判断，所以说呢，你慢慢走。好，可以看到这个雷呢是喷火，可以抵消掉敌方的子弹，但是呢实际时间呢也是根据啊你放的是大雷还是小雷。你现在没有雷的话，那就只能对吧放不了了。这个跟大家伙讲，就是雷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不吃那个小长方形的那个雷啊，吃的话呢是加1个小弹，那攒的非常多了之后呢，咱们就这个这个导弹，你吃的话加1个小导弹啊。好，可以看到。现在吃了3个，其实这个蝙蝠也可以追着打，我个人感觉它更实在啊，它直接追过去打，看没见，也挺好的，而且还有这个散弹效果，觉得这个飞机也不错啊，好像这个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弱机啊，但是这个雷还是不太一样，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雷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对吧？这个能挡子弹的效果，飞机类型游戏呢，并不是说自己攻击力多强就一定会好，主要是自保能力强，对吧？让自己不死才是关键，才是关键啊！就好比咱们玩那个彩晶的这个战国之刃是吧？对吧？很多人觉得都喜欢用这个这隐藏的那个雷就不说了啊，它发射这个雷出去。那一下可以秒1个 boss 的，即便是最后一关的 boss， 2个雷也可以秒掉的啊，2个 B 是真的可以秒掉的。但是其他人呢就不一样了啊，有的是那个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啊，就是那个大兄妹啊，真的是大兄妹啊，这个越来越大啊。好，咱们这回换成了这个小滑翔翼，我管这个飞机叫蝙蝠。你看它放这个雷的话呢，是可以震掉这个屏幕当中的隐藏的这个地图，把它打碎之后呢，就会给咱们一个。你也看到了，给咱们这个隐藏的这个分数啊，你必须该吃啊！这一个是1万呐，你想想，现在都已经490万了，好上千万是肯定的啊。小的时候呢，我也见过现实中的高手去打。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召唤的剑是绿色的剑啊，我以为是这个黄色的剑啊，但是它的子弹的默认是黄色的啊，看没看见？它子弹默认是黄色的，但是它召唤物的那个剑呢是绿色的。除了这个小雷之外呢，有的地图打爆了之后呢，还会给你一个默认的大雷，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币啊，也是挺好的。当然，这个游戏的时间呢是20分钟左右啊，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射击类型游戏啊，我还是有兴趣给大家伙解说的。有好多射击类型游戏呢，动不动就几十分钟，甚至是1个多小时那种，我真是没法解说，因为它不像动作游戏啊，剧情比较实在。好，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有点莫名其妙啊，它往外发的这个子弹呢，对咱们造不成伤害，然后呢，打到一定情况下呢，会合并到这个飞船里。这个飞船有点像那个后，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这个后是什么啊？是一种海洋里的这个生物，据说呢是这个好几亿年以前就是长这个样啊，长得像外星人一样啊。然后这个后呢，它的血呢是蓝色的吧？还是说是绿色？绿色的，对，它血是绿色的。因为它的血呢里面有铜分子啊，所以说是绿色颜色的。据说是可以治疗这个艾滋病和一些其他的病症啊。因为它这个血呢，
就是据说叫液态黄金，比黄金还值钱啊。当然刚才那个 BOSS 长得确实像这个后啊。好，可以看到现在咱们也在疯狂的在攒雷，即便呢咱们的这个撩机啊也只有这个3个还没有满。好 ，OK， 就是不能吃那个铜钱儿，吃铜钱儿的话就不行了啊。好，这个要吃，哎，铜钱儿也吃了。这不小心吃到啊，吃到一个也无所谓的啊，这个没办法，有的时候你躲不开。打爆之后，你可以发现打爆之后它自动就落下来了啊。好，还是要躲一躲。他到哪个关卡之后要把自己的这个4个撩机全吃完，咱们还要坐等一下啊。这个录制视频的时候，外面在搁那放那个2踢脚，我也是醉了。好，左好。左右啊，它这个打爆了之后掉下来之后呢，一定要吃到。如果你丢失了，对吧？反正很简单一件事儿，断不断的就小事啊，主要你少了1万分啊。OK， 这么玩是真的有难度啊！我记得我之前是解说过一个速通，而且我觉得速通呢，这个飞机类型游戏速通啊，它意义不大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其实它意义不大的，因为都是固定的啊，就只有说打 BOSS 的时候。你打得快一点，也就快不了太多。因为正常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自动走地图的，对吧？你只有 BOSS 的时候呢，把它打死，咱们才会过图。而且可以看到啊，就全程不落下这个1万的这个分数，那真的是，我觉得是真难。小的时候我见过有大神这么玩的，就在我们的游戏厅里面。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戏的印象特别深，有好多小伙伴也是在催更啊，说我狼啊，什么时候你解说飞行射击游戏，你把这个空战之路解说一下。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个游戏名字叫什么，直到有一天啊，我看了一个人玩这个空战之路，然后呢，我就问他是什么游戏，他说不知道啊，就是打飞机。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就问这个老板，啊，他告诉我啊，这个叫空战之路。然后呢，有一度呢，我还把这个游戏的名字给忘掉了啊，但是我有印象啊，只是让我想不起来。后来呢，在平台上找到了这个游戏的通关记录，我又回想起来，哎，对，这就叫空战之路啊。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吧，这个名字吧也没法说。我们有一个游戏厅啊，特别的好，老板呢随时随地都修机器。这个机器呢，如果摇杆坏了或者有什么有问题了，他会修，他会赔你币啊。这个老板的服务态度好。这个老板呢，在这个好多游戏的这个翻译啊就不是很好。比如说拳皇97，他就是要拳王97啊，当然也可以，皇也好，王也好，那确实是叫王也没有问题啊。而且个人感觉叫王更正确一点，是不是啊？对吧？这个因为这个国外可能没有天子和这个王之分啊，就没有皇帝和王之分嘛啊，反正叫会更好。然后呢，这个只是拳皇呢有点深入人心了。再有一个呢是黄帽，对吧？人家不叫恐龙快打，人也不叫恐龙新世纪，它就叫黄帽啊。然后这个惩罚者呢不叫惩罚者，叫快打4，对吧？这个。这名字就感觉怪怪的啊，比如说那个野球格斗啊，它不叫忍者棒球，它叫野球格斗啊，这个翻译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可能是这个也有港台的这个翻译跟咱们这个不太一样啊。OK， 可以看到这关呢，咱们是自己去躲小飞机呢，用自己的撩机去打，而且可以看到有4个撩机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看用这个子弹，这个子弹呢感觉好像是伤害比较高啊。他一直要用这个子弹去打，好，1万，除了1万分之外，其他的都不吃。敌方的这个蝙蝠飞机，好，看得出来啊，第6关，这个游戏的关卡还是蛮丰富的啊，这关卡还是很丰富的啊。目前来讲呢，刚刚过了14分钟，也就是说，应该还会有1、2关。啊，尤其是飞行射击类型游戏最后一关啊，肯定是更猛一些。你可以看到啊，一旦到后面的关卡之后，这个咱们的大神呢，大多数也落了一个，但是屏幕当中只要有没事儿啊。这个很多人问，他怎么丢了一个？为什么还会存在呢？只要你屏幕当中有这个1万分，你吃了就行。一旦它这个对吧？一旦屏幕最后一个你没吃到，下一个就不行了。比如说屏幕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在它最后一个消失之前把它吃了啊，那你就不算丢啊，不算丢。不过呢，总体上来讲呢，也确实是少了1万分啊。好，可以看到700多万啊
在我印象中一架1000万以上，好像它可以打出2000多万的分数啊。有的地方你像有那种隐藏的小飞机，反而会更好。隐藏的小飞机呢，这个你看刚才一顿扔雷，直接扔了对吧？扔了200多万，你一顿吃这个分才吃到700多万啊。那刚才第1关的时候直接放雷啊，第2关开头吧啊，第2关开头还是哪个时候啊？我忘记了啊。然后呢，他就是放雷之后把隐藏背后的那种小红色飞机全给挡掉了。好，可以看到啊，咱们该忍啊，这个全是弹幕。但是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子弹呢，打到咱们的翅膀是没事的啊。这个翅膀呢，并不是判定点，咱们的判定点呢只有那么一点点啊。好，又换成了我小的时候的最爱啊，就是这个飞剑型。OK， 这个其实它这是全套嘛，有点像大全套的样子啊。然后呢，这个全套上面有这个大绿色的剑。好，在这里直接放雷。OK， 全吃掉。刚才也有一个大雷啊，正所谓大战之前必有补给。莫非第7关是传说中的啊？不能，肯定还会有1关啊。8关是闯关类型啊游戏啊，就是落了一个，跑在地图上有。可以啊。刚才没漏掉了一个，这个没吃到，啊，这个就难受了。你看，完了，变成默认的了，100分了，变成100分了。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恶心啊。没办法，咱们人脑呢并不是这个人脑呢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TAS 啊，所以说这种失误呢，虽然说不甘心，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现在也不吃了。接下来会变得非常难啊，所以说不吃也能理解。OK， 这能保命就不错了啊！现在啊，这个射击游戏我觉得是没有天赋和爱好啊，是真玩不了啊！这游戏这个太考验眼力，真的啊，就是满屏全是弹幕啊，你怎么打？没法说了啊。好，还是换成了这个小忍者，感觉好像即便刚才那个东西不丢啊，他有好多的这个分啊，他也不敢吃了，你也看得出来啊。好了，现在重新想吃满就得一个一个去吃啊，他也没有这个心气儿了啊。好，忍不住了，放雷了。这个大雷的持续时间还是蛮长的，可以帮助挡子弹，躲到它后面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射击类型游戏呢，从侧边呢会有飞机出，没有后面出啊，所以说也就没那么难啊。这个只要小心眼前的这个飞机就好。OK， 现在对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啊。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啊，那应该是最后一关吧啊。这个看得出来，它拉的阵线比较长。而且呢，一般最后一关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型的 BOSS 啊，比如说打着打着他跑了，或者打着打着又合体了，然后追着追着又跑了，跑了又合体了，最终啊把他打爆了才可以啊，应该是这个路子的啊。啊，这是一个有轨的车，慢慢走，哎，对，一点一点走啊，不要走得太快，反而走得快了不好躲。在这里直接放了个雷，大喷火，打爆了之后继续跑啊。他这个不是跑，应该是脱轨了啊！继续放雷，这个因为它这个子弹的密度啊实在是太高了啊，子弹的密度实在太高了，有点难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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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家伙，哎呦我天！好，这个最右边的小肩膀，这个大抓手，就感觉怎么打它还会更新啊！看，你看你打爆了还会有，所以说主要的输出呢，就是看他自己的那个撩机，对吧？咱们只是小打。好，第7关，果然啊，还有一个关卡，但是这个关卡好像看起来不是很慢的样子。可能一上来就是
火力全开，然后就看见 BOSS， 然后把 BOSS 最后给搞掉啊，就完事儿。感觉这个游戏的音乐做的还是蛮有科技感，有一种那种未来赛博朋克的感觉啊。OK， 作为最后一关，看看这个满屏幕的这个有多变态啊！好，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对分呢已经没有任何的欲望了啊。既然已经掉了，想吃满还会有很多的危险，而且尤其是这个飞行射击游戏越往后越难啊。而且我知道大家伙玩没玩过一个游戏啊，叫做《梦幻小妖精》。哎，这个梦幻小妖精呢，就是啊，这个最后一关和隐藏的那个最后一关，哎，也不能叫最后一关吧啊，其实就是。常规的最后一个 BOSS 和隐藏的最后一个 BOSS， 这两个 BOSS 特别难，尤其是最后一个黑蝙蝠啊，基本上就没法说啊。虽然说人脑也能通关啊，但是确实挺难的啊。我是玩过啊，我只能玩简单难度打那个最后一关通关啊，但是这个但是呢，如果玩这个普通或者是困难的话，我就通关不了啊。但是很多的大神还是能玩的啊。它属于那种对抗竞技类型的射击游戏，有点有意思啊！我严重怀疑有好多的，就是那个之前那个 QQ 游戏里面，什么连连看呐，什么金钱大作战呐，包括俄罗斯方块、泡泡龙什么的啊，因为他们在一起竞技，甚至还能坏对面啊！你可以把对面给坏掉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好 ，OK， 可以看到这个关的小飞机，大家伙看印象也比较清楚啊。这个呢，全靠咱们的撩机打就行。它是一直在发射子弹，但是这是垂直的啊，并不是广角 AOE 的，所以说全程只需要用撩机打就可以。然后还是这个蝙蝠型的 BOSS。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啊，这个 BOSS 是在第几关？第3关啊，还是第4关？第3关应该是啊。好，但它应该是作为一个小 BOSS 出场。你只需要盯住自己的这个飞机啊，这个别的不用管。然后包括这2个黄色的翅膀，你也不用管它，啊，不用管这个黄色的翅膀。其实啊，我们管它叫小蝙蝠，按理说呢，它应该是一个大忍者，它应该是个忍者，有个小蝙蝠可以飞，它是个人啊，带一个小翅膀，滑翔翼应该是啊。OK， 看看最后的大 BOSS 啊，直接用撩机去打。忍术大忍术大忍术，火影忍者。好了，这一顿躲，子弹有慢的有快的，慢慢走没事儿。碰着了一下，直接喷火了。这个音乐非常的紧凑啊。好，看看打爆，还有吗？应该是还有啊。最后，变成了一个速度非常快的火箭，它发射的子弹呢是不规则的球形，但是看起来它已经是殊死一搏了。殊死一搏的 BOSS 啊，这个音乐非常的这个扣人心弦啊。好，主要是以躲为主，输出能力交给小忍者。好，打爆了。牛逼啊！23分钟20秒左右啊，23分钟多一点啊。虽然说谈不上速度有多快，但是这个游戏还是可以的啊。然后直接呢，咱们应该就是2周目了。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但2周目的话，好像真的是没法玩了。不过不要紧，在片段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小婉 OWN 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游戏啊。这是念小婉还是小管啊？我。不敢叫啊，也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在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大家伙一定要多多点赞、关注、转发、评论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